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12月19号至20号来华举行中俄总理第28次定期会晤。那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吗？今年以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各层级交流更趋活跃，合作成果丰硕，战略性的大项目稳步实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中俄之间的互补性强，合作潜力是巨大的。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深入推进，尤其是天然气贸易量同比增加46%，俄罗斯供气量超过了合同量。能源合作是中俄合作的压舱石和重头戏。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受阻，无论是原油还是天然气，都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俄罗斯急切地加强与中国的能源合作。除了现有的天然气管道之外，双方也在讨论新的天然气管道的规划，以及从北极向中国运输液化天然气等等。中国是世界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而俄罗斯面临的能源制裁的压力以及全球能源转型的挑战，中国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稳定可靠的能源合作伙伴。当然呢，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中俄能源合作在稳定和巩固传统能源贸易的前提之下，还是要推进能源合作新领域，比如说可再生能源、氢能、储能、智慧能源、碳市场等等。能源合作是中俄经贸关系的重要的纽带。除此之外呢，中俄之间的合作领域还需要开拓，比如互联互通体系的建设。俄罗斯除了丰富的资源之外，超大领土空间也是俄罗斯的战略资源，是全球互联互通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也是要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体系。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外，还有冰上丝路，着眼于北极航道的开发与合作。中俄之间的务实合作给两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各自的发展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日前，中俄在北京举行第9次中俄财长对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经济财经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那您觉得双方达成了哪些重要共识？将在哪些领域开展重点合作呢？两国财长对话中对全球经济形势琢磨不少。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依然有不确定性，通胀高企、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政治推动的限制性措施，都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双方同意在一系列的全球经济合作平台上进行沟通与协调，包括20国集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中国是全球经济体系内的成员，也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获益者。保持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稳定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也符合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的目标，让发展这一重大议题回归国际社会。中俄两国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金砖国家扩员以及新开发银行的建设，两国财长也进行了沟通与讨论。新的多边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新建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也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参与和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不仅需要多方合作，也需要经验交流，尤其是涉及到相关财经专业知识技能的交流与研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国际秩序中，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权利，观念、专业知识、理念等构成了国际秩序的重要的框架。中俄在相关领域的研讨与交流也是务实合作的重要体现。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于12月19号至20号来华举行中俄总理第28次定期会晤。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发布的消息，米舒斯京已经抵达北京。18号晚间，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乘飞机抵达北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以及俄罗斯驻华大使穆尔古洛夫在机场迎接。19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28次定期会晤。李强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传承发扬中俄世代友好，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给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秘书司京表示，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俄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强经贸、能源、投资等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密切多边沟通协调，把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两国总理充分肯定双方各委员会1年来高效务实的工作。李强与秘书司京共同宣布，2022-2023年中俄体育交流年圆满闭幕，双方将办好2024-2025年中俄文化年。会晤后，两国总理签署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并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今年的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却有着不同的背景。那一方面，在今年提前的实现了中俄两国双边贸易额2000亿的这样的一个大关。那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也在持续的增长，各领域的合作也在稳步的推进。那另一方面，在全球不稳定、不确定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可以展现出中俄两国在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在经济领域合作上的独立自主，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制约。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是推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和统筹协调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机制。自1996年成立以来，每年举行。这次秘书司京访华是中俄总理今年内第3次会面。就在秘书司京此次来访前，俄罗斯驻华大使伊尔戈·莫尔古洛夫还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莫尔古洛夫强调，俄中关系是21世纪大国间合作的典范。一些不怀好意者会蓄意炒作俄中关系，炮制俄中合作威胁论，进而开展黑公关。但任何理智的人都会意识到，俄中两国的紧密联系对于全球和地区稳定极为重要。两国元首多次强调，俄中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俄中的合作形势能使两国更灵活、更高效地应对各类挑战。秘书司京此访聚焦中俄经济合作，包括审议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的执行情况。这一联合声明于今年3月由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包括电子商务及其他创新合作模式、物流体系、金融合作、能源合作等8个经济合作重点方向。此外，根据俄方统计数字，今年1月至10月，双边贸易额突破1960亿美元，同比增长27.7%。外界认为，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两国元首设定的2000亿美元的基础目标已成定局。从中俄两国近年来的所处的这样的一个高水平合作的方式来看，两国在经济结构、在资源禀赋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也有着非常大的优势。那未来在中俄两国新的发展格局下，必将会迎来后1000亿的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汽车企业填补了美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后造成的市场空白。在今年第1季度，中国品牌汽车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从18%迅速攀升到42%，俄罗斯成为中国汽车的第1大海外市场。报告指出，这得益于中国车企在两国不断深化的合作中提前布局。例如，长城汽车2019年就启用位于俄罗斯的图拉工厂，这也是中国车企在海外首个涵盖冲压、焊接、涂装、总装4大生产工艺的整车制造厂，总投资5亿美元，产能15万辆。而奇瑞则采取俄罗斯本地车企 UAZ 汽车厂联合制造的代工模式。除此之外，能源领域也是中俄经济合作的一大重点。中国国家能源局官网显示，中俄大型能源合作项目众多，包括中俄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2线、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田湾核电站、徐大堡核电站等。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透露，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对深化中俄两国能源合作至关重要，双方目前正就该项目开展商谈。
西伯利亚力量2号输气管道项目的设计工作早在2020年启动，该天然气管道名为东方联盟的支线穿越蒙古，因此被称为中蒙俄天然气管道。管道总长度约为6700公里，年输送能力可达500亿立方米，相当于中国2022年全年用气量的1/7。而对于中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在年度大型记者会活动中再次进行阐述。深圳卫视注意到，记者会上有一个小插曲，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点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普京主动打断他，要求将第一个问题的提问权交给新华社记者。Вы знаете, я видел вот New York Times.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ет, давайте мы сначала дадим Синьхуа, а потом New York Times. Да. 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同中国的合作水平达到空前高度，两国关系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保障。虽在军事、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但不结成联盟，有意不针对第三国。Дружба не направлена против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она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пользу нам самим. И будем совместно, вовремя и эффектив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Сомнений в этом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и у кого. 此外，中俄军事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14号，中国空军公布中俄两军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现场画面。当天，双方在日本海、东海相关空域组织实施第7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俄两国自2019年首次在东北亚地区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后，在2020年、2021年各进行了1次。2022年5月和11月分别进行了第4次和第5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2023年6月进行了第6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中央财办负责人日前接受多家央媒采访，深入解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应当前经济热点问题。19号的国家发改委记者会上，也对今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作出通报。在19号上午举行的国家发改委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李超强调，有条件、有能力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总的看呢，随着经济动能持续恢复，各项政策接续推出，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推动政策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各项主要预期指标。另据中央财办介绍，今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一高一低两平的特点，即增速较高、就业平稳、物价较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主要预期目标有望圆满实现。有机构和专家学者预测，全年经济增长5.2%左右，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今年中国仍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3。中央财办研判，明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提振经济的举措，例如像万亿的这个特别国债，而这些国债目前看来已经都在陆续的推出跟在路上。那么这些政策在投下去以后，当然我们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这样一个实质政策的这样一个传导和落地。那么这些政策会在2024年见到实效。所以由此，我对这个整个2024年中国经济，我觉得还是充满信心。今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中央财办也提出6大措施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外界认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崛起就得益于中央对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根据中汽协数据，今年1至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09.1万辆，同比增长83.5%。前3季度的销售数据显示，深圳车企比亚迪已经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电动汽车企业。而受惠于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政策催化，特斯拉上海超级
机工厂近年来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2021年以来，这一家工厂的出货量就占特斯拉牌的1半以上。最新消息还显示，中东投资机构再以22亿美元加仓中国新能源车企蔚来，延续看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至少已经有9家中国汽车公司获得了来自中东资本的投资，累计投资金额超500亿元。例如，我们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数字产业、数智产业，而不是传统的数字产业、数智产业。我们要人工智能，我们的这个新科技。然后用这个人工智能来升级改造我们的传统制造业，让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对于美西方舆论炒作所谓外资撤离中国的问题，中央财办表示，受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持续低迷、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今年前10个月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同比下降9.4%，但金额仍处于历史高水平。中央财办指出，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加快，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增长32.1%，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9.5%，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荷兰等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大幅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前10个月，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荷兰等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10.3%、94.6%、90.0%、66.1%和33.0%。中央财办表示，展望未来，我们吸引外资仍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下一步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一是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二是积极回应外资企业诉求，三是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在近期宣布的单方面免签政策、互免签证安排、加快恢复国际航班等基础上，切实打通堵点，提升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便利化水平。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亚马逊近期加码投资深圳，也印证了发达国家对华投资信心的增强。本月12号，2023年亚马逊全球开店跨境峰会在深圳开幕，会上宣布亚马逊全球开店亚太区创新中心落户深圳前海，这是亚马逊全球开店亚太区首个创新中心。数据显示，近1年来，中国卖家在亚马逊全球站点销售额超100万美金的中国卖家数量，同比增长超过25%，超过1000万美金数量，同比增长接近30%。But what we wanted is to have, first in Shenzhen, a center where best practices can be shared, where you'll have, experts, industry representative, Amazon talent, to really spread out the innovation that we're seeing so that more sellers, more entrepreneurs can benefit from these opportunities of driving global export. 据统计，目前深圳已汇聚了英特尔、高通、苹果、ARM 等15家世界顶尖外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企业。我们在深圳看到了有强大的制造业的基础，也看到了强大的软件的基础。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在数字化的这个转型过程中间，深圳和英特尔能够共同寻找到新的发展机会。多家国际媒体报道显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别下调全球经济预期增速至2.9%和2.7%，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则将中国2023年 GDP 增长预期从之前的5%上调至5.4%，远高于全球增速，同时上调2024年中国 GDP 增长预期。经合组织也将2023年中国 GDP 增速预测值上调至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指出，今年和明年全球经济的不利因素主要来自于美国，因为美联储的加息举措会继续抑制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3年的2.4%放缓至2024年的1.5%。欧元区国家的状况同样可能促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经济日报17号发表题为《实现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的评论文章称，明年经济工作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随时防范灰犀牛事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最重要的始终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1分部署，9分落实，要保持战略定力，牢记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握紧发展主动权。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随着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中国最高领导层近年多次强调经济金融领域中黑天鹅、灰犀牛的存在及其危险性，并将防风险提升到了更突出的位置。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新表述，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这12字方针蕴含着哪些经济政策的密码？为明年的经济提供了哪些动力？带着这些问题，深圳卫视驻港记者近日专访了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汪涛分析认为，2023年稳的任务基本完成，2024年转换赛道，以进促稳，预示着转型发展的新节奏。从最近的数据啊，今天的数据可以看出来，目前来看呢，就是消费和出口基本上还是相对比较稳定，而且出口略有好转。那么从这个以进促稳呢，我觉得现在整个经济里头压力比较大的还是房地产这个行业。所以呢，我看比如说北京、上海最近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应该是说有更多的这些支持的政策出台，力求房地产这个行业能够稳下来。那房地产稳定了，那么我觉得居民消费的信心、地方财政的状况，都有助于这个能稳定下来，所以我这个觉得很重要。会议提出先立后破的说法十分新颖，受到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汪涛分析认为，这是经济转型所驱动的，对政策出台的节奏感要求较高。近年来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最近提出的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都是先立的逻辑，立住了才能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的话，就包括我觉得这个整个经济里有很多要改的。我们现在也在转型的时期，但是呢，这个转型呢，我觉得也要这个控制一个节奏。我们看到这个制造行业有新能源啊等等这些行业，在地方政府方面呢，我觉得目前呢也应该就是在财政改革啊、控制债务的同时呢，我觉得也要看到呢，地方政府财政确实困难，他们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所以呢，特别国债今年发了1万亿，明年呢我们期待还有1万亿。另外就是化债方面也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所以呢，能够在一个地方政府它的这个整体资金平稳运行的情况下呢，再来逐渐的去转型。作为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带领的团队负责研究亚洲和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等问题，并多次在各类机构投资者调查中名列榜首。此前，汪涛还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负责研究亚欧新兴市场和中国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问题。汪涛观察到，统筹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是近年来经济工作的一个主要抓手，为抵御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驱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最主要的经济增长的动能还是来自于内需啊，因为内需占到整个 GDP 的80%以上，我们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不可能靠这个出口来拉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经济体的增长，所以内需那么就要发展潜力，发展内循环，并不表示不需要这个跟外面结合，所以中央也强调说要更多的跟外面融合，这个包括就是制度上的跟外面的这个开放，还有包括引进这个外资。在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一些国家搞脱钩断链的大环境下，引进外资遇到很大压力。汪涛认为，虽然难，也必须要大力推进。那外资其实也可以带来就是国际竞争，带来新的科技、先进的科技和这个一些管理经验等等各方面，可以促进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所以就不管是从出口进口也好，还是从这个应该说互相融合然后这个促进竞争和科技发展这方面都来说，这个更多的对外开放，有利于更好的促进我们的内需。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姿态或者说信号，对于这个融入国际的这个整个经济形势来看，是好还是坏呢？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我们其实面临着外面的一些压力。一方面呢，就是
今年这个全球的进口是下跌的，那我们的出口也是受到影响。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有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对我们的出口啊限制，对我们的进口高科技产品有一些限制的这样的措施。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挑战面前呢，我们这个其实这个中央也一再提出中国要继续开放，而且是高水平制度性的开放都提出来。所以就是说外面可能有脱钩的压力，但是我们呢是要继续的融入全球经济，继续的这个扩大开放。20大也提出了这个整个的应该说资源配置中还是以市场这个为这个主导的这个地位，或者说起这个决定性的作用等等这些方面。芬兰向美军开放境内15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这条消息引爆欧洲舆论场。芬兰与俄罗斯之间拥有上千公里的边界线，美军史无前例进入芬兰军事基地，意味着美军事力量对俄罗斯的极限施压更进一步。众所周知，北约东扩是俄乌冲突的直接诱因。这次美军在芬兰的部署将对欧洲地缘安全格局产生哪些消极影响？来看报道。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芬兰国防部长海凯宁共同出席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签字仪式。布林肯表示，协议生效后将提升美芬两军合作的效率和效果，为两军联合训练提供更多机会，同时增强北约军事行动的互操作性。瓦尔托宁说，协议的签署是芬兰与美国双边关系中的里程碑。芬兰官员表示，美军可以在芬兰永久驻扎并定期进行演习，但美军目前尚没有建立永久基地的计划。此前有媒体披露，将会有约5000名美军进驻芬兰。根据该协议，美军可以广泛使用芬兰境内，尤其是在靠近俄边境地区的军事设施，共有15处。我觉得其实最尴尬的是欧洲国家，他跟美国人签了这个之后，等于是一个无限期的随时可以进门的这个钥匙。美国想用就用，美国人不想用就不用。更糟糕的是，我们说了，这个协议里面带有排他性，就是美国要求相关的国家不能够对这个区域进行民事管辖，等于连治外法权都交出去了。就类似的问题，其实在冷战期间一直在欧洲，等于美国在这个区域的一个飞地。外界认为，俄罗斯北方舰队重要港口摩尔曼斯克是美军向芬兰境内部署的重点威慑方向，其中罗瓦涅米空军基地尤为敏感。芬兰空军去年12月从美国购买的首批64架 F-35战斗机将于2026年部署至这个基地。罗瓦涅米空军基地位于北极圈内，是芬兰最北端的拥有战斗机的空军基地。从这里起飞的战机可以迅速飞抵巴伦支海，那里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重要布防区。这一基地距离俄海军重镇摩尔曼斯克的直线距离约420公里，当地建有俄罗斯最大的核潜艇生产基地。此外，协议还允许美军使用芬兰北部的铁路通道，并在通往俄罗斯边境的铁路旁设置弹药储存设施，方便预置弹药和装备。目前，芬兰正在升级完善其与瑞典边境的铁路基础设施，以便盟国从大西洋彼岸向靠近俄芬边境的凯米伊尔维地区派遣增援部队和装备。凯米伊尔维地区距离俄边境仅1小时车程，距离摩尔曼斯克仅7小时车程。这个芬兰跟俄罗斯在历史上的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这里面呢，就是等于对于美国来讲，当然是得偿所愿啊，在北欧增加了很多的支撑点，而且未来在美国所谓的高北啊，就是我们讲接近北极圈的这个高纬度区域，那么它的军事存在可能会迅速的得到一个提升。你对于美国在这个区域，比如增加核潜艇的存在，包括我们说部署情报跟特种作战部队，那么意义都很大。作为俄罗斯的邻国，芬兰与俄陆上接壤长达约1340公里，但俄乌冲突后，芬兰国内要求加入北约的声音抬头，芬兰政府递交申请，并在今年3月正式加入北约。欧洲舆论认为，这是北约在俄乌冲突中的最大胜利。实际上，芬兰自身的军事力量较为强大，是北约看上它的重要原因。芬兰军事预算约为50亿美元，维持有2.3万人的常规部队。历史上曾参加阿富汗战争的西方联军行动。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芬兰加入北约后，军费开支增幅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增幅高达37%。但同一来源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军费高达864亿美元，芬兰军费只是其零头。
芬兰陆军实力不可小觑，拥有约239辆主战坦克，其中包括大约100辆德国制造的豹 2A4 和豹 2A6 坦克。在高寒地区作战方面，芬兰部队也具有显著优势。今年3月，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前往芬兰，向分军乌蒂耶格特种作战团学习冬季特种作战技战术。深圳卫视注意到，除了芬兰，美国已经与瑞典、挪威签署同类防务协议，允许美军以及战斗机部署，并在这些国家存储武器弹药等物资。欧洲舆论认为，芬兰湾和波罗的海基本成为北约内海。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被炸毁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就位于波罗的海水域。有分析指，随着美军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全部部署，美国及北约对俄罗斯的包围圈正加紧合拢。有媒体曝光，美国正在游说和鼓噪在芬兰部署核武器，还力推北约修订针对俄罗斯的前沿防卫战略，打算在北约东翼设置更多防空反导系统，长期驻扎更大规模的部队。但芬兰对美国要求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的提议表示拒绝。根据芬兰此前承诺的国际防扩散义务，不允许在其领土上储存或运输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另有当地媒体报道，未来美军将在芬兰部署高超音速武器和中程导弹。北约的最关键的这个其实就是核打击的相关，这点上美国人明确讲，我就是战略模糊，我能部署什么，我能够怎么样。美国很多时候他是要留有所谓自己活动的空间，他在需要的时候会在相关方向上部署所谓他的战略资产。冷战结束后，北约逐步东扩，防御重心转向东欧与波罗的海地区，东欧成为北约新前沿。俄乌冲突爆发后，随着芬兰入约以及瑞典即将入约，北欧和北极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北约防御的新重心。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将建立列宁格勒军区，以应对北约的步步紧逼。据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报道，俄军会在俄芬边境部署一支联合部队，以回应美国在芬兰的驻军。同时，俄军可能会将伊斯坎德尔导弹和情报系统部署到与芬兰接壤的边境地区。那么，俄罗斯应对压力现在最好手段就是战略威慑平台。那么，既然我们芬兰想把自己推到这种类似于新冷战、类似于欧洲现在的这种战略打击平台博弈的前线，那么我觉得芬兰方面就要享受一下前线的待遇，就是头顶上凭空多出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大杀器，其中有相当数量甚至是核弹头。那么这种冷战式的恐惧，芬兰在冷战期间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全面的体验过。